林景渊，3天内拿不出300万，你爷爷留下的老宅就归我了。周宇航，你个卑鄙小人！20年的兄弟，竟然设局坑我！兄弟值几个钱？我布局2年，等的就是今天。劝你识相点，主动把房产证交出来，我还能赏你1000块搬家费。我银行卡里总共才4200块，300万我去哪儿找？列祖列宗在上，不孝子孙，林景渊。是我没本事，守不住林家的根。什么东西？3年大旱，10万军民。谁在说话？监国无能，得以长公。不是吧？难道祖宗被我气得显灵了？玉玺。列祖列宗在上，我大业大旱3年，蛮族暴君呼延绰率30万大军围城3月，城外水久肥羊，城内因此而食。公主，不要啊！那些蛮子此刻就在城外架着篝火，烤着滋滋滴油的肥羊，把我们求之不得的清水一桶桶倒进黄沙里，肆意嘲笑挑衅。可恨那篡位前臣镇国公竟在此时煽动群臣，说我监国无能，当以我一死谢罪天下。如亦无能，既守不住大业江山，今献上先帝玉玺，此身殉国。喂，别死啊！何人在此？管他的，先救人！殿下水是水啊！天降显灵了，天神显灵了！真的是水。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如懿听见了，求上苍怜悯，救我大业10万军民。天神显灵，天神真的没有弃我大业。你先喝口水，别冲动。万事有我，地上那瓶东西，把上面蓝色的东西转一下就能打开。真是水！天神显灵，天神显灵了！殿下，大业有救了！大业有救了！那边真的有人在等水救命。小如意，别哭了，听我说，水和粮食我都能弄来，你那边还能撑多久？镇军，城中居民已断水3日，若是今夜无水，城南那3000老幼绝撑不到天亮啊！你等我一下。先顶着，能顶多久顶多久。吃的，是吃的！不许抢，先给城南濒死的老幼开！水！真君赐活水，真君赐活水啊！拿木桶，拿陶罐，先送城南，快！这管水我先不关，加上这些吃的，你先拿去救最危险的人。我去筹集更多物资，但我这需要钱。你那边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？金银珠宝、古董字画，什么都行。方才那枚玉玺，那是大业传国之宝，也是最贵重的东西。镇军还需要多少？若能救10万军民性命，如懿全都愿意。够了，我怎么把这玩意儿忘了？一枚玉玺足够了。你现在立刻带着这些水和粮去城南应急，一定要等着我回来。如懿遵命，如懿这就去守着，绝不让一人可死。300万的债要还，10万人的命要救，时间只有几个小时。小如意，镇军，你来了！我准备拔了水管，你们闪开，准备接大货。快，所有人退到2侧。
凉，真的是凉！大业有救了，大业有救了！开殿门，运往城南，天神赐粮，大业不亡。活下来，都给我活下来！殿下，真的是神仙显灵了，咱们不用死了！我娘有水喝了！都起来！现在不是哭的时候。御林军听令，立刻将这些神选仙粮在4大城门与各坊舍棚分发。遵命！告诉百姓排好队，老人幼童优先，凡有仗强凌弱、聚众荒强者，就地正法。萧如意，外头情况怎么样了？真君，皇城中心已经稳住了，百姓分到了水粮，无人敢乱。只是距离平居被围城3月，死的最多的就是那里。我已命亲卫快马加鞭，将第一批水粮送去了。娘，神仙给水了，长公主殿下派人送粮了，你醒醒，吃一口啊！娘，你吃啊，你吃了就不渴了，吃了就能醒了。可恶！萧如意，你听好了，真君，如意在。告诉你的人，水管够，粮管够，只要我林景渊还有一口气在，大业的人一个都不许饿死。真君，如意替大业死命，叩谢真君。不能停，城南还没够。真君，够了，您已经送了3个时辰了。如意听得出您的喘息，您也是血肉之躯，千万不要把自己累垮。我这边累不死人的。林景渊，3天时间到了，房产证呢？拿来吧你。拿你大爷！你哪来的钱？你只管收钱。钱还清了，欠条。行，今天算你有种。立刻马上滚出我家里！林景渊，你给我等着！再踏进这大门一步，我直接报警告你私闯民宅。军队，别漏口！动作口缺人，将兵抬下去。受病了。真君，在哪？今天打得怎么样？蛮族剑阵太密，我军木盾老旧朽烂，第2轮便挡不住了。你手受伤了？如意也受了点小伤，不碍事。那是刘子擦的吧？伤口沾过灰没有？有没有拿脏布印的牙？等着，别动。真君，这是……先处理伤口，那个瓶子瓶盖拧开，把里面的棉签取出来，蘸黄色药液擦伤口，会疼，忍一下。疼就说，不用硬撑。战场上刀剑加身都忍过，这点疼不算什么。好，然后拿那个叫创卡贴的东西，撕开2头的纸，中间那块白色纱布对准伤口，两边有胶，按紧就行。也是药，算是专门保护伤口的小东西。别碰水，绝对不许碰水，沾湿了就换一片，听见没有？是，如意遵命。那什么，伤兵不能再这么死了。老赵，你们那儿防爆盾还有多少？1000一个，还有3000套。我给你5万加急费，3000套全部送到我家老宅。现在。好的，1小时到。你说木盾挡不住，那我给你换盾。老板，这么多盾，你是要办演习啊？拍戏。此物如何使用？形制与我军盾牌迥异。看盾背面有臂套，小臂穿进去，手握中间那根杠杆，盾面朝外，护住脑袋和上身。箭雨来了就贴紧队友，排成盾墙。对，别举太高，手臂会累，
贴住肩膀，借身体抗力。如此轻巧，却比木盾坚固数倍。殿下，此乃真君赐下的神盾。传令，明日天亮前，所有守城军轮流练盾。真君，蛮族弓箭犀利，我军死伤已重，有了神盾，明日守城定可少死些人。但城楼多处破损，守军疲惫之极。若蛮族明日强攻，恐怕……冷兵器打了3个月，他们也该换换口味了。你放心，我给你送点降维打击的玩意儿。如意信真君。明日破城，鸡犬不留。大业守了3个月，粮快断了，兵也快散了。今日破城，副将军，只要剑阵压住城头，他们连头都不敢抬。弓箭手，准备。那是什么？属下不知，看着不像木头，也不像铁。故弄玄虚，给我杀！挡住了，真的挡住了！真君神盾挡住了！大业不亡！再射！副将军，射不穿。鸣金，退兵！副将军，我说退兵！总算没白花钱。真君，今日城头无一伤亡。这只是开胃菜，以后让他们吃亏的地方还多着呢。真君大恩，大业无以为报。此乃父皇以前收藏的故库，今日悉数奉上。唯愿真君今后不必为银钱分神。12件商周青铜编钟，这套东西要是找个懂行的买家，明天我就能买下整条望江路，彻底财富自由。可是，一旦我打了这个电话，我林景渊就彻底成了一个见不得光的老鼠。喂，国家文物局吗？您好，我叫林景渊，我手里有一套商周青铜编钟，我想无偿上交。铭文没错，铸造痕迹也对，保存太完整了，这不是单件，这是完整礼乐体系。林先生，初步判断，商末期青铜编钟，一套12件，国家1级文物。林先生，感谢您对国家文物保护工作的支持，后续这套编钟将移交国家博物馆存档研究。按规定，奖励现金5000元，另颁发荣誉证书。爷爷，这回不算败家吧？1个亿换5000，这人脑子没病吧？祖坟冒青烟，硬生生让他自己吹灭了。建议查查精神状态，正常人干不出这事儿。挨骂骂吧。林先生，把价值上亿的文物换了5000块钱和一面奖旗，您真的不后悔吗？老祖宗的国宝是文化根基，不是用来装满个人腰包的。守护文物是我们所有人的职责。如意，你白天送我的那套编笼，我上交给这边的朝廷了。真君为何如此？那可是无价之宝，若能换成真君所在世界的金银，足以充盈府库。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有些底线是不能碰的。底线？那套编钟是文明的见证，把它留在博物馆，让所有人都能看到，才更有价值。真君行事世俗可度，是如意狭隘。唉，总算能喘口气了。小如意，怎么回事？蛮族夜袭了？不是蛮族，真君，城内爆发了10亿。10亿！后退！所有人退退！未得长公主令，谁也不许进！救命！怎么会突然爆发10亿？蛮族围城3月，城外恶殍遍野，呼延灼那贼子
昨日竟命人用投石车将腐尸抛入城中。太医令说，异毒入体，无药可解。东侧坊市已有400余人染病，无救了。发病几日了？什么症状？3日，起初高热不退，随后皮下生出红斑，呕吐不止。今晨已有几人浑身发黄，吐血而亡。不是最烈性的，还有救。听我说，现在立刻把所有病人集中隔离，健康的人马上撤出那片坊市。所有接触过病人的人，衣物全部集中处理，双手必须用清水反复清洗，水要烧开，器具也要烧煮。如意明白，但城中无药，太医院已束手无策。你去稳住局面，药我来想办法。我儿还在里面，殿下，求你让我进去。进去就是送死，活着才能等本宫把他救出来。按真君法旨，分区隔离，不许乱。先生，您慢点，您要买什么？退烧药、不夜盐、医用酒精、一次性手套、退烧贴，能拿多少拿多少。先生，您这是家里很多人生病吗？很多。按颜色分开，退烧盐的消炎补水的，不要混，让太医盯着分发。蓝色的是补水用的，必须溶在煮开过的热水里喂，别直接干吞。还有，处理病人用的刀具、布料、碗勺，每次用之前必须用沸水煮。手要洗，不管以前什么规矩，从今天起，这就是保命的铁律。长公主，这些神药，药性我们从未见过。太医院以前的法子若有用，东坊就不会死这么多人。按真君说的做，出了事，本宫担。殿下，您不能亲自来，万一染……他为大业守过城，如今该本宫守他。长公主，躺着，老朽替孙儿谢真君救命之恩。长公主，不是。你几天没睡了？小如意，你听着，你是大业的主心骨。你要是倒下了，我送再多东西过去又有什么用？给我好好活着！如意绝不会抛下真君。谁让你说这个了？我是让你好好睡觉。如意遵命，待东坊病患稳定，便去休息。不是待稳定，是现在安排人轮班，你不能一个人把所有事扛完。长公主，已有27人退热，真君神药真的把人从鬼门关拉回来了。救回来就好。殿下，真君刚说了，你要睡，他倒是管得宽。撑住，只要流程不乱，就还有救。长公主妖言惑众，所谓神明赐药，皆是幻术欺民。镇国公到此，清君侧，随我杀入大殿。这个时候逼宫，你是真会挑死法。殿下，有人闯宫！长公主，臣来的不算迟吧？镇国公，你想造反吗？长公主言重了，臣是来清君侧的。与君侧，本宫身边何来奸佞？城外蛮族围困，城内时已刚平，长公主却用一口破羹装神弄鬼，妄图独揽朝纲。今日臣便替大业砸了这妖物，还朝堂一个清明。这个老东西，挑这种时候逼宫。不能直接喊，那老东西要听见，肯定会有所防备。臣等护您杀出去！不退，定在，本宫就在。你口口声声说神明是妖物，真君在天上看着，你就不怕天谴？哈哈哈哈哈哈！
天谴！这满殿的刀斧手就是天意。你那所谓的真君若真有本事，现在就让他降下神雷劈死我！给我上书玉玺，本宫留你个全尸，死活不论！护驾！撑住，小如意，再剩10秒。全体侍卫闭眼低头。遵命！死到临头还装神弄鬼，砍了他！我的眼睛，什么东西看不见了！尔等凡人，敢逆天威！神仙，真的是神仙！真君饶命！真君饶命啊！都给我起来！这是妖术，是妖术！真君降怒，止诛首恶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本宫给你们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。谁拿下镇国姑，便是替天行道，不仅免死，本宫还要重赏。抓住逆贼，求长公主开恩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反了！本宫才是对不住了，国公爷，我们也想活。绞刀伏地，胆敢再动者，与镇国公同罪。跟我玩逼宫，你也配？封锁宫门，传禁军入宫，今夜清算镇国公一党。殿下，镇国公一党已连口起，余孽正在清剿。死于食欲者，不能白死于守城者，更不能白死。真君，局势都控制住了，你没伤着吧？镇国公一党已连根打起，余孽正在清剿，如意无碍，多谢真君挂念。若非雷霆神威，大业今夜便要易主了。去好好睡一觉吧，天塌不下来，有我呢。如意，记住了。长公主替我们除了这祸害啊！大业终于有救了。这血来的真不是时候，我们根本无力抵抗。大帅，血太大了，兄弟们扛不住了，不如先退兵吧。退？往哪儿退？本帅围了他们大半年，夏天大旱，他们没渴死；秋天强攻，他们又掏出那种刀枪不入的怪盾。现在这场暴雪是长生天帮我们，城内绝对没有多余木炭和冬衣。大业的将士现在肯定连刀都握不住。大帅的意思是，全军集结，抵进城墙，今晚踩着他们冻僵的尸体进城。真君，这场暴雪来得太突然，比往年都冷得多，将士们衣衫单薄，手脚都已冻僵，连刀枪都快握不住了。若蛮族此时趁机攻城，我们根本无力抵抗。握不住刀，别慌，有我在，别说握刀，我让他们今晚能在城头热得出汗。老李，3万件加厚军大衣，3万双防寒棉靴，3万盒带肉的自热火锅，今晚12点前全给我拉到城北林家祖宅。多少？3万。钱不是问题，你能调多少车调多少车，越快越好。行，只要钱到位，我把仓库全给你搬空。小如意，接货！先发城头，守军优先，每人1件大衣，1双靴子，火锅献给冻得最恨的人。殿下，这衣服厚得像兽皮。立刻发往城头。暖，真的暖了。这神医连风都钻不进来。真君，又救了我们一次。让他们把那个黑色的自热火锅里白色的布包放最底下，加冷水，
盒子盖上，等它冒热气就能吃。不用火也能自己煮。对，不用明火，让士兵别乱碰发热包，别烫到手。传令，按真君示范操作，不会的2人一组，互相照看。真君这饭会自己烧开，我以为今晚要冻死在城头了。现在我能再守10天。那是什么怪物皮毛？怎么全是绿色的？大帅，他们好像不冷。城下的孙子们，冻着没有啊？要不要上来喝口热汤啊？上来喝汤！上来喝汤！放箭！射死他们！这也叫贱？是不是没吃饱饭呀？大帅，打不了了，再冻下去，我们的人就要死绝了。撤回大营！撤！快撤！大帅，不能再耗下去了，那怪衣服太邪门了。大叶的兵根本不怕冷，反倒是我们的人每天都要冻死10几个。大帅，这是草原黑线蛇毒液，一滴就能让整条河的人腹痛如绞，化作脓血。硬攻不行，耗也耗不过，那就毒死他们。大叶城北水源地是他们唯一的活路。今夜大雪，视线极差，你们带上这罐毒液潜过去，属下必不辱命。只要水里染了毒，明天一早，我要看着小毒液跪着求我。真君，怎么了？这是真君上次送粮时混在里面的2锅头。如意不懂这酒的规矩，就倒了2杯，1杯给我，1杯敬您。哪有你这么喝2泡头的？真君送来的东西，如意自然要敬重些。真君，若如意只是个寻常女人，不是什么大业的长公主，不用背负着江山社稷。不管是长公主，还是寻常女子，一定都是个好姑娘。我干了，你随意。真君，若有一日，报！长公主，蛮族久攻不下，派出死士潜入城北水源地，企图投毒。正面打不过，跟我玩阴的。如意，你等我一下，我今晚让他们有来无回。真君，城北水源地芦苇丛生，今夜又逢暴雪，夜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蛮族死士穿的都是黑衣，我们的诸侯就算去了，也根本找不到他们。找不到，那我就给你们一双能在黑夜术士的神眼。老哥，头戴式热成像夜视器，还有大功率对讲机，给我弄100套过来。100套？现在？大半夜的？加急闪送，钱不是问题，半小时内必须到。行，我马上调货。这便是神眼。这个黑盒子叫对讲机，黑色椭圆的塞进耳朵里，耳麦能听声音，离得很远也能互相传令。今夜城北水源地若失，大业满城皆危。真君赐下神眼神音，尔等随本宫法旨，出城猎杀投毒之为大业不死。长公主，这神物竟能看破幽冥。真君，有此神物，黑夜便不是敌人的屏障了。带上神眼，今晚去猎杀那些下毒的狗，一个不留。出城，护住水源，毒药必须缴获，人不得放回一个。诺。大业的瞎子们肯定还在城墙上吹冷风，等毒药倒进去，明天城里就全得死绝。东侧3人，持毒冠者在核心缺口，2队绕后，3队峰回路。2队有位，3队有位。
谁在那里？留一个活口，其余清理。夺冠送回长公主面前。长公主，东侧6名蛮族死士已全部伏诛，毒药缴获。继续清扫，不许漏一人。长公主，西侧清理完毕，缴获毒囊2支；北侧清理完毕，未让一滴毒液落入水中。南岸发现蛮族接应者，已拿下。千里传音，夜中示目，真君赐下的岂止是神物？天佑我大业！大帅，不好了！说，去水源地投毒的兄弟全死了，毒药也没了。大业城里肯定有妖人作祟，先是天降神盾，又是神医热石，现在连黑夜都成了他们的帮凶。擂鼓，点火把，传我将令，全军出击！全军集结，今夜破城！就算用尸体填，也要把大业城墙给我填平！殿下，城外蛮族全营点火，正在集结，上城头！殿下，他们这是要总攻。呼延灼疯了！真君，呼延灼他集结了30万大军，要发动最后一次总攻。30万！老李，防刺符、防爆盾牌，你库房里还有多少？李老板，这么晚了又要货，您这次要多少？有多少要多少，能挡刀能护命的装备全给我拉过来，1000加倍，半小时内必须到。5万守军，装备买空也不够，25万人的差距靠防具填不平，不能只挨打，必须让他们乱。这是真君，这是大业10万军民的万民血数，我已下达死令，城内能拿动刀的，哪怕是60岁的老汉、12岁的孩童，皆已按血印待战。明日城坡，大业不留活口，宁死不做蛮族2脚粮。如意身为大业监国，必战死城头，与国同休。只是如意心中有一丝私心，若有来生，不入帝王家，不扛着江山社稷，只愿结草衔环，侍奉真君左右。真君，保重。你放屁！谁允许你死的？老子费这么大劲，送水、送粮、送药盾，不是为了听你在这儿说遗连的。有我在，你死不了，大业也绝不会亡。不能碰真枪实弹，不能断了补给线。但现代文明能打乱骑兵的，不止枪炮。萧如意，把眼泪给我憋回去。真君，听我部署。现在立刻挑50个最机灵的士兵，去最高的城楼顶等我的神鸟。再挑3000敢死队，骑上你们最好的马，守在城门后。没有我的命令，谁都不许冲。真君，你要作何部署？50人如何退敌？做一场物理超度。我要给你们送一批会飞的机关神鸟，冷兵器时代的骑兵冲锋是吧？老子今天就给这30万蛮子放一场从天而降的流星雨！真君，敌军已入一箭之地。别慌，让摘星楼的兄弟们准备，听我口令。真君，摘星楼50名甲士已就位，但这铁鸟实在害人，兄弟们不敢碰啊！怕个屁！它不咬人。看到手里那个带屏幕的方块没有？左边那个摇杆，给我死死往上推！推上去了。真君，它飞起来了。稳住，别乱晃。看到遥控器上那个红色的按钮没？等铁鸟飞到蛮子头顶，听我口令按下去，那就是点天火的开关。放飞神鸟！
那是什么鬼东西？按红色按钮开火！轰！我的眼睛啊！天火，这是天火降世！稳住！都给我稳住！这是大业的障眼法！这是什么妖法？长生天抛弃我们了吗？妖法你大爷！这叫现代工业的浪漫！如意，趁现在开门打狗！开城门，大业的儿郎们，随我诛杀胡虏！真君，我们是啊，我们赢了，大业守住了，大业保住了。30万蛮族大军被几百管加特林烟花轰得连夜溃逃。林老板，你这就不厚道了吧？大家都是老熟人，我也信得过你。说好的50万烟花货款，第2天一早就打，这都吓了我连个短信都没收到。怎么着？拿老哥寻开心呢？刘哥急什么？刘哥，看你说的，我哪能坑你啊？昨天实在太忙，我现在就给你转。我操，之前买东西不知不觉已经把钱全掏空了，居然忘了留底。林老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没钱？刘哥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这边一笔回款卡住了，真不是故意的。你再通融我3天，3天后我连本带利给你打过去。放屁！我厂里还等着这笔钱发工资呢。林警员，我看在老客户的份上才让你赊账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我最多在你宽限2天，要是见不到钱，咱们法院见。真君，你那边可是遇到了难处？没事，就是资金链断了，缺点钱。你那边怎么样？伤亡大不大？大业这一仗大获全胜，只是国库已彻底在之前耗空了。如意命人清理内难，就剩这半箱历代帝王积攒的赤金元宝，不知道能否解真君燃眉之急。沉，太沉了，这可是实打实的古代关节，一定足有50两重。财不外露，细水长流才是王道。哎，江湖救急，这次可不能捐了。爷爷，你不会怪罪孙儿的吧？孙儿这也是为了拯救10万人。林老弟，你这古金锭保存的太完整了，这包浆这形制，绝对是开门见山的老物件。虽然这大业的年号偏门，但金锭的历史底蕴做不了假。老钱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这玩意儿的收藏价值你比我清楚。一口价50万一锭，这3锭你全拿走，不还价。这种品相的古金锭，要是遇到大藏家，转手就能溢价不少。行，痛快，50万就50万，这货我收了。刘哥，多谢宽限，宽衣结清。真君，城外满目疮痍，城墙倒塌大半，工部尚书上奏说要征调10万斤糯米熬汤，去混合泥巴修补城墙。糯米混泥巴，这群古代人是嫌饭吃的太饱了吧？陛下，城墙不补，蛮族若再犯，皇城必破。臣请旨，征调全国糯米熬煮成汁，混以黄泥石灰修城。全国的百姓连树皮都没得啃了，你让朕去哪里变出糯米来修墙？糯米混泥巴，你们那工部尚书是嫌饭吃的太饱，还是嫌百姓死的不够多？修城墙的事，一粒粮食都不准动。我给你们弄一种叫水泥的东西，只要有石头和黄泥，就能给你们造出比青石还硬的铜墙铁壁。拿老夫的80斤大铁锤来！这泥浆凝固后，竟比花岗岩还要坚硬100倍，此乃天赐神物，我大业边关将永不陷落。真君，你究竟是何方神圣，竟能只手补天？真君，春耕在即，可大业的青壮年在守城时死伤大半，耕牛也被吃绝了，没有劳力，这地拿什么种？没人没牛，城外不是刚刚抓了几万修完城墙的蛮族俘虏吗？养着吃白饭了。真君有所不知，大业的木犁笨重无比，深耕极难。蛮族虽壮，但人力拉木犁，只怕半天就得折断，进度太慢了。
木梨，那破玩意儿早该扫进垃圾堆了。如意，接货，把金刚梨发下去，让蛮子套上绳子拉，化肥和土豆全撒进地里。今年秋天，我要大叶的粮仓塞到爆炸。入土如切水，动了。一个人就能拉得动，神仙赐福，神仙赐福啊！郑军，不好了，后面累得快不行了。邪毒入体，已入骨髓，陛下准备后事吧。没救，他才多大就没救了？在现代这就叫伤口感染发炎。真君，他烧得浑身滚烫，已经开始说胡话了。太医说邪毒攻心，神仙难救。让他给我挺住，不许灌那些乱七八糟的偏方符水。给我5分钟。如意，接药！红色的胶囊立刻喂2粒，温水送服。外面的溃烂，用那瓶棕色的碘伏清洗，快！郑军退烧了，他的呼吸平稳了。太医令说脉象保住了。哼，保住就好。现在让那个只会让人准备后事的太医令滚过来，我要给他上课。老头，把那滴没嘱咐的脏水放在镜片下，凑到那个镜头前，睁大你的老眼看清楚。药物，长公主，竟有无数微小药物在蠕动，此乃邪祟啊！邪你大爷，那叫细菌。红莲伤口溃烂，将士拔剑后高热不退，就是因为你们用脏手脏刀子碰伤口，让这些东西钻进去了。别拜了，这叫教学视频，里面存了基础伤口缝合、消毒急救。从今天起，所有接触伤口的刀具、麻布必须用沸水煮沸，听懂没有？老臣受真君所授，乃起死回生的大道啊！自那以后，太医令开始戴自制口罩，用沸水煮沸手术刀。新盖的医馆门前排起长队，金黄色的麦浪在风中翻滚，大叶粮仓被古木塞得满满当当。真君，你可知这半年大业变化有多大？不仅粮仓满了，食亦绝了，但最让我震撼的还是你传来的水泥。哦，边关修的怎么样了？按你给的配方烧制，加水搅拌凝固后，大业的工匠全疯了。他们说这东西比青石还要坚硬100倍，简直是神物。短短半年，大业边防的城墙、要塞正在换成你说的钢筋混凝土结构。那就好，你总算可以好好休养生息，过几天安稳日子了。休养生息？不，真君。如今内有神药保命，外有坚城防御，大业兵强马壮。我欲挥师北上，彻底平定北方草原。既然要北伐，这茫茫草原，你打算怎么打？真君，30万蛮族主力虽灭，但呼延氏的王庭还在。如意想抽调最精锐的3万轻骑，抛下沉重的辎重车和府兵，直捣黄龙。但这无异于拿3万将士的命去豪赌。如意迟迟不敢下令。为什么不敢？草原广袤，一望无际，一难指路。大漠之中没有山川河流做才参照，一旦遇上风沙，便会彻底迷失方向。2难粮草，轻骑兵最多随身携带10日干粮。若10日内找不到敌军主力，大军不用打，自己就会饿死在荒原上。懂了，你想打闪电战，但受限于这年代的导航和后勤。如果我告诉你，我能让你的大军在沙尘暴里也认得清南北，能让他们隔着10里地就摸清敌人的营帐，甚至连火都不用生，就能扛过半个月呢。真君此言当真？世间怎会有不见星象便能指路，不生火便能果腹的神迹？你等着接货就行。喂，老李，高精度的军用指南针和高倍双筒望远镜，给我各来1000套，还有那种特种高热量压缩饼干，干嚼一口能顶大半天的，给我拉1吨到祖宅。如意，接着，这叫指南针，不管你人在马上怎么颠，红色的这一头永远死死指着南方。竟真的纹丝不动，有此神器，大业铁骑再无迷路之物。这叫望远镜，它能让你看清10里外的景象。至于那些铁皮盒子里装的压缩干粮，告诉将士们，就这血水啃半块，足够一个壮汉冲锋陷阵1天。洞察10里之火，却能保持战力。如意替3万铁骑叩谢真君赐下4等奖神物，这一仗大业必胜。大业的士兵靠着我的望远镜和压缩干粮，
在草原上追杀着蛮族大军。真君，大捷！打到哪儿了？呼延氏的王庭被我们彻底端了。真君赐下的神物太可怕了，前锋营在沙尘暴里潜行了3天3夜，不仅没迷路，反而直接摸到了蛮族主力的后方。望远镜和干粮好用吗？何止好用，简直是单方面的屠宰！蛮族探子在远处盯了我们5天，见我军大营一直没有生火起灶，以为我们早就断粮，饿得爬不起来了。他们根本不知道，大叶的将士嚼着真君赐的干粮，用望远镜把他们换防的规律看得一清二楚。半夜劫营，3万吃饱喝足的大叶精锐，踩着蛮族那些饿着肚子、毫无防备的残兵，一战定乾坤。恭喜大叶，这北方的天下彻底太平了。全赖真君赐下神物，大叶100年来受尽蛮族欺凌，边境百姓犹如牛羊般任人宰割。今日如意终于替列祖列宗替大叶摆明，学习了这100年耻辱。行了，别光顾着谢我，仗打赢了，你也该卸下这口气，好好睡一觉了。真君，这天下太大了，大到如意甚至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去丈量它。庞大帝国的运转，从来不是靠几把钢刀就能解决的，属于大业的真正考验，才刚刚开始。长公主，不好了！城南教场那边，前锋营的将士和户部的官员拔刀对峙，眼看就要见血了。放肆！天子脚下，谁敢造次？殿下，将士们说户部克扣北伐赏赐，可户部尚书哭着喊冤，说草原缴获的30万头牛羊、数万顷草场的重新划分，加上10万大军的军功赏银，账目实在太庞大。户部30个老臣拨着算住，3天3夜没合眼，结果账面还是对不上，差了整整10万两的窟窿啊！真君，您听到了，大业打下了10倍的疆土，可如今地方官员用老祖宗传下来的流水账和算戳，连一本岁入账都算不清，发个粮赏都能引发营跑，这飞速庞大的大业，如意快要管不住了。传统学识要张良这万里江山，要算清几百万人的吃喝拉撒，你们那套算术工具和记账法确实转不动了。真君可有破局之法？工具落后，那就换工具；人才不够，那就从头培养。老板，小学1年级到初3的数学、物理、化学教材，还有阿拉伯数字字帖，给我来2000套，只要人桥版的。如意，这叫阿拉伯数字，比你们那繁琐的大写汉字好写100倍。这叫复式记账法，有借必有贷，1分钱的窟窿都能给你揪出来。从明天起，别让那些老臣死磕算术了，把这些基础算学发下去，让全天下的人都学。从今往后，全国开办新式学堂，强制推行真君学。凡大业子民，不分贵贱，皆需识字算术。学成者直接入朝为官，掌管大业钱粮水利。这纸张竟比王公贵族穿的素印还要洁白顺滑。我等寒门草猎，学尽真君赐下天道之学，并求其一生，替长公主算清这天下账目，报效大业，报效大业。就这样，时光流逝。萧如意靠着提供的现代降维打击的装备，一路横扫诸国。这天下终于太平了。3国已降，大业的天下由真君定夺。定什么夺？我一个现代人去给你们当皇帝啊？这3国联军剩下的禅服，少说也有10来万吧。回真君整整10万轻壮，朝堂上的老臣们怕日后生变，提议全部坑杀，以绝后患。坑杀个屁！10万免费劳动力，你舍得杀，我还不舍得呢！全给我编成工程兵，塞上绞烙，让他们世世代代给大业修路建城墙。要想富，先修路，懂不懂？真君，今日是如意的生辰。生辰，你怎么不早说？等我，千万别走，就在顶前等我。这里2000块，马上给我店里最豪华、最高昂的蛋糕打包。这叫生日蛋糕，在我们这里，过生辰的人要对着蜡烛许愿，然后一口气吹灭，愿望就能成真。
许个愿吧，如意。神明在上，如意不求江山永固，不求千秋霸业，只愿折寿10年，幻能真真切切的见真君一面。傻丫头，谁说见不到的？如意，生日快乐！这就是我。真君，原来你长这个样子。陛下，大业国本不稳，请速立皇夫，延绵子嗣啊！陛下登在数载，大业虽逢盛世，然国无储君，人心难安，求陛下广纳皇夫。陛下若不允，老臣今日便撞死在这盘龙柱上。朕的命是真君救的，大业的江山是真君给的，朕的昌富在天上。从今往后，谁再敢提立夫之事，杀无赦！真君，今日朝堂上的事，您都看到了吧？看到了，如意。其实大臣们说的对，你是一国之君，大业好不容易建立的100年基业，需要一个正统的继承人。我们终究是2个世界的人，连触碰一下对方都做不到。我不想因为我拖累你一生。你听大臣们的，好好找个人嫁了吧，延续子嗣要紧。真君觉得如意是那种为了所谓国本就能随意委身他人的女子吗？江山后继无人，大不了从宗室里挑一个过继。可若是让如意贱嫁给旁人，如意宁可不要这江山。真君，如意什么都不求，过不去这顶也罢，触碰不到也罢，只要这辈子能隔着这尊顶与您厮守，听着您的声音，如意就知足了。你别赶我走好不好？傻瓜，我不赶你走。既然你连天下人的嘴都不怕，我又凭什么退缩？天下太平，外患已平，内政休明。我们俩就像是2个世界里功成名就的人，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后，终于迎来了难得的安宁岁月。真君，今日无事，你再给我讲讲你们那个世界的趣闻吧。好，今天想听什么？你是说那个叫飞机的铁鸟，不仅不用挥动翅膀，还能载着几百人在云端穿梭，一日便可跨越万里？那岂不是比古书里神仙的腾云驾雾还要神奇？那铁鸟吃什么？吃大业如今挖出来的煤炭吗？不吃煤炭，吃航空煤油。改天我去买个大号的遥控飞机模型给你送过去，让你亲手飞一飞。一言为定，不许骗我。如意，要是你能过来看看就好了。我想带你去坐一次飞机，去看一场电影，去吹吹海风，去感受我生活的地方。我就这样陪着萧如意，过去了30年，我们都老了。真君，照你这么说，那傅荣浩岂不是真能在天上跑的铁王八？什么铁王八？那叫火星车，造价好几十亿的高科技，懂不懂？真君，你的世界里有长生之法吗？没有真正的长生，但我会把最好的药都给你送去。如意，你等我。喂，给我立刻把世界上最好的祝融美颜药给我送来，立刻，马上！这些药你按说明吃，一天都不许落下。真君，您费心了。其实我不怕死，生老病死，天道轮回。我做了几十年的大业女帝，早就看透了。那你刚才……我不怕死，我只怕死了之后再也听不到您的声音，怕这黄泉路太冷，没有你在耳边念叨那些奇奇怪怪的现代规矩。天下人都奉您为救苦救难的神神，真君，如意侍候您一生，却还不知褪去这层神光，您的凡尘名讳究竟是什么？我不是神，我叫林景渊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现代人，一个陪了你大半辈子的糟老头子。林景渊，景渊，全当留个念想吧。景渊，我这半生
都在为大业而活，为了天下黎民，我没睡过几个安稳觉，更没敢有半点私心。但在剩下的日子里，我不想管这天下了，我只想守在这顶旁，只为你一个人而活。好，我陪你。这宅子我哪儿也不去，我就坐在这儿。如意，你欠天下一个皇夫，我也单身了一辈子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办一场属于我们2个人的婚礼。如意，我想娶你，不知女帝陛下愿不愿意下嫁？大业的天下，我守了一辈子，早就还清了。剩下的日子，萧如意不是什么女帝，只是林景渊的结发妻子。景渊，如意，这辈子没能亲手为你掀开一次盖头，是我林景渊最大的遗憾。但今天，我要堂堂正正的把你娶进林家的大门。一拜天地，谢苍天垂怜，赐神鼎，结2世姻缘；2拜高堂，敬列祖列宗，佑大业，夫妻对拜，礼成。这是工匠用坠落大业的天外陨石打造的星辰石。景渊，此时水火不侵，坚不可摧。如意愿以此物结生生世世之意，若有来生，哪怕没有这口鼎，凭此石，我也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你。好，生生世世，我都等你来认我。接着，这叫婚戒，戴在左手无名指上。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戴上它，你这辈子就被我套牢了，跑到天涯海角都是我林景渊的老婆。夫君，请。夫人请。如意，今天我给你讲讲我们这里的其他趣事。如意，如意，你在听吗？景渊，我好像有点困了。睡吧，我在这儿守着你。景渊，我这一生守住了大业，守住了天下，可临走前多想真真切切地碰一碰你啊。如意，我来了，我来见你了。真的是你，我不是在做梦，你来了，你真的来了。说好了陪你，我哪儿也不去。能碰一碰真君，如意此生再无所求了。如意，别怕，等我把剩下的路走完以后，我也去天上找你。